每次问老公要生活费都像乞讨一样，1个月2000块的生活费，愣是让他给出了20万的价值。我一怒之下不再打理任何家务，也不再管他那个下肢瘫痪的老娘，还把孩子直接丢到了他单位，交给他带。然后我找了份工作，开启了独立的生活。眼看家里乱成一团糟，老公悔不当初的求我原谅，看着空空如也的余额，我鼓起勇气给老公发了条信息，老公在忙吗？这个月的生活费该转给我了。信息发出去之后，石沉大海，连个回复都没有。女儿小小吵着要吃榴莲，一直拖着我的手把我往外拉，我赶紧安抚她，妈妈手机里没钱了，等爸爸打钱，妈妈再带你去好吗？小小懂事，听我这么说便不再闹我，但我看着女儿懂事的模样，心里却狠狠一酸，明明我们家的条件也不算差，哪就至于让女儿吃个榴莲还要这般小心翼翼呢？于是我又给老公发了条信息，老公在忙吗？如果不忙的话，你抽空把这月的生活费赚一下吧，小小想吃榴莲，我没钱了。提起女儿，张浩才不耐烦的回了我一条语音，知道了，你催什么催啊？我工作很忙的，晚点转给你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我便没再烦他，去厨房里。可饭做到一半，不知小小是怎么回事，突然开始上吐下泻起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于是我赶紧把他送去了医院。可到了医院，张浩的生活费还没赚过来，我连给孩子买药的钱都没有了。我只好拨通了张浩的电话，让他赶紧打钱过来。可张浩一接起我的电话，却大为恼火，都说我在忙，我在忙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成天跟讨债似的，你烦不烦啊？等我有空了会给你打钱的，现在别烦我。他直接就把电话挂了，我被骂得有些懵，当场愣在了原地。很快，一股委屈的情绪上冲，让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我都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。想当年跟我跟张浩经人介绍认识，当场就看对了眼，坠入爱河。暂时张浩的事业刚起步，我们便结了婚，和婆婆住到了一起。婆婆因为常年坐轮椅，脾气变得暴躁古怪，一般的保姆压根受不了她的脾气，所以张浩为了冲刺事业，就希望我能辞职当家庭主妇，这样一来既能打理家庭，也能帮她照顾妈妈。当时张浩承诺，只要我肯辞职回家，他说他的所有工资都会上交给我，让我做这个家庭真正的女主人。一开始张浩也的确如他所说，把自己的工资卡交到了我手上，可时间长了，他就找借口说自己平时要应酬，又要打好关系，需要送礼应酬，又把工资卡要了回去。自那以后，他就每个月给我打几千块钱作为平时的家用，一开始是45000，后来变成3000，再后来就变成了2000。可现在即便他一个月只给我2000块作为家里的生活费，演绎就拖拖拉拉的不肯打钱给我。比如今天我催了2次，他都没把钱打过来，而他没了他打来的2000块钱，竟然寸步难行，连点还在买药的钱都没了。我心里一阵心酸，只好先向朋友借了几百块钱救急。可没想到等我回到家后，张浩和婆婆不仅不关心小小，反而将我一顿痛骂。回到家时，张浩还没回来，但睡了一下午的婆婆却醒来了。她醒来时看见家里无人，气坏了，一听见我回来的动静，就立刻隔着门骂道，你个死女人，又浪到哪里了？还不赶紧来伺候老娘！我忍着气把婆婆扶起，又把她搬到轮椅上推出去。她见灶台空空，瞬间又来，这个点了还不做饭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儿子马上下班回来了，饿着他可怎么办？成天在家吃干饭，也不知道我儿子娶你回来干什么。听到这些侮辱挖苦的话，我内心早已经完了。我自从嫁过来时，婆婆已经是这副德行，以前被她这样骂，我总是哭着找张浩去送她，可张浩除了安慰我，给我买点礼物安抚以外，却从来没有尝试跟他妈沟通过。张浩的说辞是婆婆的，我因为瘫痪，心里难受，所以脾气才差了点，让我为了他多多包容，这一包容就包容了6年。很快，张浩也回来了，吃饭时，我又鼓起勇气问他，老公，现在你有空了吗？有空的话，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转我一下吧，我真的已经没钱了，明天还要买菜呢。闻言，张浩不仅没有转钱，反而还阴阳怪气起来，你们女人就是好啊，都不需要出门工作，只要在家等个男人拿钱回来就行了。5月1到时间就催个没完，都不知道我在外面赚钱的辛苦。这话说的好多，好像是我不愿意出去工作一般。我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，可是当初他求我的，心里不平之间，婆婆也来火上浇油，就是我儿子每天工作那么辛苦，你天天问他要钱，他拿那么多钱给你，也不知道省的电话。我试图跟他们讲道理，一个月2000块钱，我已经用得很紧巴了，又要日常生活开销，又要交家里的水电费，还要给小小开小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张好气的把筷子一摔，一个月2000，你还想要多少啊？你个败家娘吗？伤人的话一句一句的从他嘴里蹦出来，像一把把利刃，快准狠的扎在我心上。原本我想忍忍就算了，可那两母子实在是过分，甚至从我们骂到了我最宝贝的小小。婆婆一边挑菜一边骂道，就那么的赔钱的丫头片子，你还给她开小，有什么好开的？还不如把那钱省下来，不往儿子减轻负担呢。听到这里，我一直在忍受不了，彻底到发了，够了。我啪了一声把碗倒扣在桌上，从张浩吼道，一个月2000块的生活费，他妈的愣上，让你们给出了20万的气势，你叫我不要催你，那你倒是打过来啊，省得我带小小去医院都还要问别人借钱。张浩，当初我也是有工作能挣钱的人，是你说你需要一个贤内壮，我帮你打理家庭照顾你妈，是你求我辞职在家当全职太太的，你他妈真以为我乐意吗？说完我又看向婆婆，还有你，天天说我花你儿子的钱在家吃干饭，你也不想想，要是没有你这个累赘，我至于在家吃干饭吗？再说就现在这个保姆行情，
你要想请个保姆来照顾你个瘫痪的老不死，每个6、7、8千，谁可来呀？我一个月就拿着你儿子2000块的生活费，再加着劳人员的照顾你，你还不知足，你要上天啊！把心里的委屈吼出来后，我舒服多了，但张浩和婆婆却气坏了。江曼妮，你疯了！看着张浩一脸荒唐的样子，我恨恨道，我没疯，我现在清醒的不能再清醒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要你1分钱，这个家我也不会再管，你这家子家务和你瘫痪的老娘，以后都不关我屁事，就连小小，以后也是我们轮流照顾，你休想再把孩子丢给我一个人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帮你打理这一切，你的工作能干成什么样？说完，我不顾气急败坏的婆婆和张浩，直接带着小小回了房间。发完疯后，我以为小小会害怕我，可没想到她居然双眼亮晶晶的看着我，妈妈今天好厉害哦。我怔了怔，说道，可是也，以后妈妈要出去工作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你了。没事的妈妈，我已经5岁了，在幼儿园老师会照顾我的，周末我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的。闻言，我紧紧把女儿揉在怀里，差点泣不成声。和张浩结婚唯一的好处，大概就是生了小小这么一个懂事可爱的女儿，今天彻底跟他们撕破脸了。以后家里的事，我一样都不会再管。原本我想着张浩母子应该撑不过3天，可没想到还是我高看他们了。没了我的任劳任怨，他们一晚上都撑不过。晚上10点，我刚把小小哄睡，张浩就找了过来，他别别扭扭的说道，生活费已经转你卡上了，刚才妈拉屎了，你赶紧去帮她处理一下，有个下肢瘫痪，连屎尿都必须用成人纸尿裤接着的妈。张浩的确一晚都离不开我，只是平常我从未跟他诉苦，他就真以为这些事我做起来很轻松。这下好了，让他自己照顾他妈去吧，他的孝心外包结束了。于是我打开手机，又把钱给他转了回去，我可不敢收你的钱，免得将来你们母子俩又戳我几两骨，说我是个吃干饭的。以后我会自己出去找工作，至于这家里家外的事，还有你妈爱咋咋地，老娘不干了。闻言，张浩眉头紧皱道，行了，江曼妮，你别得便宜还卖乖，我这个月给你多转1000块，别在这置气了，赶紧去帮妈把屎处理一下。说完，他重新给我打了3000块钱过来，我依然给他原路打回去了。张浩气得不行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再这样你以后可别想从我手里摇到1分钱。现在我想通了，谁还稀罕他那俩歪瓜裂枣啊？我把张浩一把推了出去，拜拜了您。张浩对我气得在屋外跳脚，却又拿我无计可施，只好灰溜溜的自己去给婆婆擦尿了。不过别急，他们母子俩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第二天我起来后，发现张浩已经不在家了，估计又去公司加班了。听到我开门的动静，婆婆开始叫唤起来，你个懒货，睡到这个点才起来，还不快给老娘做饭，你想饿死我呀？我讽笑道，妈，你还把我当成以前那个任你呼来呼去的儿媳妇吗？我昨天就跟你儿子摊牌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要他1分钱，同样也不会再管你，谁的妈谁自己照顾去。但你猜猜，就你儿子那4只不勤的大眼，有耐心照顾你吗？听我这么说，婆婆才终于有些慌了，毕竟自己儿子什么样，她可比我清楚多了。于是她像变脸一样，突然换了副表情，僵硬的冲我笑了笑，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？夫妻之间哪能真分这么亲嘛？男人在外当活挣钱，你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也是应该的嘛。不过他忘记给你生活费，这肯定是他的错，等他下午回来，妈一定帮你教训他。见婆婆这样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畅快，只觉得更加讽刺。从前我任劳任怨的照顾婆婆，她却对我们一句好话，现在我说我要罢工，她倒会给我赔笑了。这人啊，真是贱。不过我依旧没打算理她，做早餐也只做了自己和小小的份。婆婆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，气得脸都绿了，一个狠毒的女人，这是要饿死我呀！可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，我昨晚就跟张浩说了，以后不会再管你，他明明知道，还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这是你儿子想饿死你，跟我没关系。等吃完早饭后，我就带着小小出门去了。张浩不是总让他在外面工作挣钱，而我吃干饭，只会问他要钱吗？那我今天就把孩子送去公司去给他带一带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安心工作挣钱吗？到张浩公司后，我直接找了上去，他看见我来非常生气，劈头盖脸的就质问我，刚才我妈说你做饭只做自己的，根本不管他。江曼妮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记得昨晚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要你1分钱，但也不会再管你妈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张浩估计周围有同事，只能压低了声音，那你来干什么？没看见我在忙吗？喝酒你忙，别人都不忙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也很忙，我忙着去找工作。既然我们以后打算做 AA 制夫妻了，那孩子也应该轮流带，我不欠你的。昨天小小是我带的，那今天就归你。我刚说完，小小就很配合的松开我的手，直奔张浩而去。爸爸，今天该你照顾我了，让妈妈休息吧。江曼妮你疯了，我带孩子在公司像什么样子，那就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了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完全不理会张浩的拉扯。出了他公司后，我直接去了家政公司找工作，毕竟我学了一班，又全职太久，年龄也上来了，正儿八经的公司估计很难会招我这样与社会脱节多年的人，不如就去当家政，也算是我的强项。没想到我目标清晰的去面试，还真通过了2家，那2家都对我的能力很满意，说如果有合适的主家需要请人，再通知我过去试岗，反正也是做家务，与其在家拿着2000块的生活费，还要看人脸色，不如我去别人家做，至少拿工资拿得理直气壮。可正当我心潮澎湃的准备回家时，就接到了小小的电话，小小在那边哭得愁愁艳艳的，可把我心疼坏了。怎么了，宝贝？你别哭，慢慢说。呜呜，妈妈，刚才爸爸被公司里叔叔骂了，说他上班还带孩子，不如回家，爸爸就把我丢到外面来了，这里的人小小一个都不认识。呜呜，小小好害怕。什么？
张浩这个畜生，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赶走，我怕小小出事，就马上赶了过去，直到看见小小没事，我才松了口气。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，我很想上前扭着他安慰一番，但我又想，如果这样我就屈服了，只怕张浩以后会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拿捏我。于是我心生一计，想到了一个教训张浩的好办法，冷静下来，我直接拨通了110报警电话。喂，警察同志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遗弃亲生女儿，麻烦你们马上过来一趟。听到有人遗弃亲，警察很快就到达了现场，他们找到小小后，一个温柔的女警官赶紧把她安抚好了，然后通过小小提供的信息，他们很快就把张浩锁定住了。当张浩在公司里被警察公然找上门时，他立刻就慌了。警察同志，误会，我怎么会遗弃自己的女儿呢？只是小孩子调皮，我把她关在门外，让她自己反省一下而已。警察严肃地说道，小孩子调皮，你教育一下就可以了，怎么能把这么小的孩子丢在门外呢？万一遇到人贩子了怎么办？眼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我便顺势跑进去发疯。张浩，一个杀千刀的，怎么能把小小一个人丢出去呢？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我在家替你生儿育女，照顾你瘫痪的老妈，你连1个月2000块的生活费都不肯给我。好，你不给就不给吧，我自己出去找工作，可我就走开这么一小会儿，你就把小小赶了出去。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还是人吗？公司门口，张浩的同事们来来往往的，本就好奇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下子我的发疯，正好让他们光明正大的凑过来看热闹了。张浩瞬间慌了，我哪又不给你生活费，你别瞎说啊！你先起来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，可我哪能依他呀？当着众人的面，我把之前我卑微的问张浩要钱，张浩却很不耐烦的聊天记录放出来给大家看了看，大家快来帮我评评理呀！跟他结婚前，我也是有工作能赚钱的，是张浩有个瘫痪的妈妈需要照顾，是他求我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的，可没想到现在他就这么对我，我的这番哭诉撕心裂肺，令人动容，又有证据加持，一下子就令人信服了。在场众人都纷纷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张浩，就连那些男同事也纷纷皱了皱眉，为自己有这样的同事感到可耻。这下子张浩彻底社死了，赶紧上前要来拉我，我装作害怕的样子往警察身后一缩，语无伦次道，啊，不要，你别打我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于警官赶紧把我护住，皱眉道，你不仅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去，还打老婆呀，那你还是跟我们回局里做笔喽吧。然后我和张浩都被警察回了局里做笔喽。到了警局，张浩在警官们的教育下，在3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之后，才顺利出了警局。在路上，他忍着火气没说什么，可一到家就爆发了。江曼妮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居然敢跑到我公司去闹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你要真把我工作闹没了，我看你吃什么，那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我马上就有工作了。闻言，张浩非常不惜，就你那个学历，又跟社会脱节这么多年，哪家公司会要你？你就跟我吹吧，我在家伺候了你们老老少少这么多年，经验丰富，多的是家政公司要我，你所说的工作就是去人家家里给人当保姆，你丢不丢人啊？我气笑了，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，有什么丢人的？我在家给你妈当保姆，不仅捞不到一个好脸色，连2000块的生活费都被你说成要债，可我去别人家当保姆，人家不仅尊重我，还要给我开7、8千1个月呢，我稳赚不亏。我们还要再吵，就被婆婆打断了，儿啊，你们别吵了，先给妈做点饭吧，妈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听见这话，张浩摆摆手，终于冷静了下来，算了，我不跟你吵，你赶紧先去做饭，妈和小小肯定都饿了，你还说我太子打了手，这是我和小小的分量，你跟你妈要吃自己做去。江曼妮，你来真的是不是？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？你别忘了，你还住着我买的房子呢，你要不想过了，咱们就把婚离了，我看你有地方去，还学会哪里婚威胁我了，真的笑死。我冷冰的看着他，这房子的确是你买的没错，但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也付出了我的价值和劳动，今天我去家政公司找工作，你知道现在市面上一个全职保姆多少钱吗？8000，如果要照顾残疾人还得加钱，你1个月才给我多少生活费？撑死了就3000，甚至连3000都没有。你要跟我算账的话，咱们就好好算算，我把这几年的房租都结给你，然后你把我这么多年照顾你妈的护理费结给我，看谁赚谁亏。张浩被我骚得面红耳赤，弄了半天也没理出个所以然来，没办法，他只好灰溜溜的跑去做饭了。他给自己和婆婆随手炒了个蛋炒饭，婆婆吃的第一口就吐了出来，说咸得不得了，然后眼巴巴的看着我和小小篮里的油焖大虾，惨的不行。可这仅仅还是个开始呢。从这之后，我不仅不再管婆婆，连张浩的个人事务我也不再打理，现在我只做自己小小的饭，洗自己和小小的衣服，张浩和婆婆的一切都需要他自己去打理。很快家里就乱成一团糟，尤其是婆婆，有时候被屎尿呼了一声都没人管她，嘴里成天喊着还不如去死了算了。这一系列的折磨快把张浩给逼疯了，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住跟我道歉了。在婆婆又一次侧漏把屎尿到床单上时，张浩正在家里开视频会议，婆婆因为以前被我伺候得太好，根本忍受不了浑身的脏污，不顾张浩在工作，只让个没完。视频会议结束后，张浩再也忍不住了，逃到我面前痛哭流涕的，对不起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为我辛苦操持这个家，我不该那么对你的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以后我每个月一定主动把生活费主动打到你卡上好吗？以后我每个月给你3000，不，我给你4000，给你4000行不行？如果是以前我可能就接受了，可是现在我不稀罕了，
家政公司告诉我，有一户高质家庭，想找个靠谱的护工替他们照顾自己截肢的母亲，薪资1个月1万，但是老人脾气不好，需要非常有耐心，这点我根本没在怕的。脾气再差还能差得过我婆婆，考虑到我有多年照顾瘫痪老人的经验，他们就向主家推荐了我，主家很满意，明天我就可以过去上班了。于是我扬眉吐气的拒绝了张浩，4000你打发叫花子吗？张浩慌忙改口，那我还把我的工资卡交给你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，行吗？老婆，不行，为什么？我愉悦的笑了笑，故意大声说道，当然是因为我找到工作了呀，我呀，明天就让别人家去照顾一个双腿截肢的老太太，雇主1个月给我开1万块钱工资呢。张浩不信，什么保姆值1万块呀，你可别让你给骗了，那自然是因为那老太太脾气特别差呀，不知道骂走过多少保姆呢，所以雇主才开这么高的工资，可是别人怕，我不怕呀，人家这脾气再差还能差得过你妈呀。房间里的婆婆一直在关注客厅的动静，听到我这么说瞬间急了，自己推着轮椅就出来了，你去别人家当保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也可以让你的宝贝儿子给你请个好保姆啊，不过吧，照顾像你这么脾气差的瘫痪老人，1个月起码也得给人家1万吧，不然谁肯来啊？说着，我意味深长的看了婆婆一眼，不过你儿子1个月总共就这1万，要是给你请了保姆，你们可就得喝西北风哦。张浩气的脸都涨红了，行，江曼妮，真有你的，你要真跟我分得这么清，就别住我的房子了，你要么给我付房租，要么就给我滚出去，都这时候了。张浩还是学不会好好做人，我一点都没在怕的，直接当着婆婆和张浩的面给雇主发了条语音，徐姐，您上次说想让我住家，24小时照顾您母亲，我想了一下，可以的，以后我就住在您家，替您好好照顾老太太。徐姐秒回，哎呀，曼妮，太感谢你了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，我找了好几个保姆，都因为要顾自己家庭，不愿意住家，这样吧，你愿意住家的话，我每个月再给你加2000块钱，好的呢，谢谢徐姐。放下手机，我继续要看见张浩，看见没？有的是人求着我去他家住，这可还得感谢你妈呢，要不是他这么多年对我打压满码，我还真受不了气，去给人家当保姆呢。这下张浩和婆婆彻底傻眼了，但他们依旧不想在我面前低头，于是婆婆不服气道，儿子，你也给妈找个保姆，我还不信了，我们离了他，江曼妮活不下去，大家彻底撕破脸后，我从家里搬了出去，还带上小小，本来婆婆还想怂恿张浩用小小来绑住我，可经过上次报警那么一闹，张浩怕了我，不敢再用小小做文章，至于雇主那边，我也跟他明说，有个孩子要照顾，对方同意我可以把孩子带过去一起照顾，为此我深表感谢，主动提议他不必给我加那2000块钱的工资了，只要能给我们娘俩一个栖身之所就好，我和小小的日子就这么暂时稳定了下来。婆婆那边却是鸡飞狗跳，精彩极了，我要好的邻居隔三差五的就在跟我说张浩和婆婆的事情，据说张浩给婆婆请了个便宜保姆，一开始两人相处还算融洽，但我深知照顾一个瘫痪的老人有多不容易，婆婆很快就开始阴阳怪气的挑人家毛病，一会儿嫌人家做饭不好吃，一会儿嫌人家照顾的不好，说起话来还阴阳怪气的，没几天就把人气走了，没办法，张浩又给婆婆重新请了个更高薪更有耐心的保姆，可是人家出来当保姆的，也就为了混口饭吃，也没必要留在你家人你慢慢侮辱，换个雇主，人家也一样的干活赚钱，所以第二个保姆也没坚持多久，就又被婆婆气走了。而张浩这段时间本来就是事业上升期，本来就忙不过来了，现在还要为了婆婆的是3天2头的操心，忍无可忍之后，她终于爆发了。在接到第二个保姆辞职的消息，又被婆婆埋怨她一点都不会找人的时候，她下班直冲回家，把婆婆骂了一顿，话里话外都怪婆婆平时对我不好，要不是她对我动辄慢慢，我也不至于一走了之，不肯照顾她。这话张浩可就太会耍锅了。我的确怨恨婆婆对我不好，但这次我爆发的原因，更多的却是在张浩自己身上。为了他，我心甘情愿的放弃工作，在家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可现在我不过问他要一点基本的生活费，他都推三阻四的，让我寒心。他怎么好意思把我离家出走的原因全都推到婆婆头上？男人的嘴呀，还真是巧舌如簧呢。隔空看戏看了这么久，终究没有在现场那么爽快。于是月底，我打算休1天，回去看看我的好婆婆，回去看看她是否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身体棒呀。月底那天，我特意化了个精致的妆容，买了一身气质款的新衣服。到家的时候，婆婆正跟她的第3任保姆对骂呢。那保姆看起来50多岁的年纪，和婆婆差不多大，却依旧被婆婆指着鼻子骂她光拿钱，不好好干活，是个吃干饭的。这下子见我开门进来，婆婆仿佛又找到了新说辞，她指着我对保姆说道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儿媳妇，当初她照顾我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用我说，我一抬手，她就知道我要起来，我一哆嗦，她就知道我拉了湿尿，再你看看，你都干些什么玩意呀？我口渴叫你倒杯水，你磨蹭了半场，也不知道把水给我倒来，你当什么保姆啊？你干脆当大爷吧，你个臭婊子！这话实在难听，可把保姆气坏了。哼，你现在知道，你儿媳妇对你好了，我可都听你周围邻居说了，你就是个吸血的黑心鬼。你儿媳妇没日没夜的伺候你，你还动不动就骂人家，你有良心问你，这下好了，你只能请我们这种臭婊子来伺候你了，1个月就5000块的工资，你还想让我像你儿媳妇一样把你供起来啊？做梦吧你，老娘不干了。说完这才上任没多久的第3任保姆脱了围裙，直接甩在婆婆头上，纷纷的离开了。婆婆气得冒烟，却可恨保姆已经走远，她找不到人发泄了。这下看我还在屋里，她又骤然换了副脸色，凄凄然的哭诉道，曼妮呀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妈可受罪了，那些保姆
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天上的王母娘娘吗？所有人都得认你搓扁柔圆是吗？你大可以上法院告我去，我倒要看看，这是人生骂我一个兢兢业业伺候婆婆6年的儿媳妇，还是骂一个嚣张至极欺儿媳的死老太婆？你，婆婆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嗓子抖个不停，我直接对道，你什么你再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逊，我还大嘴巴抽你信不信？我以前能把你捧上天，现在也能把你扇得不眨眼，真当这是人都任你欺负是吗？我疾言厉色的表情还真把婆婆镇住了，好半晌都没说话，我东西都说的差不多了，准备离开，忽然看见阳台上还有小小最喜欢的2个芭比娃娃，我又过去，打算把它们也拿上。这时婆婆像是我气疯了一般，拿起手边的杯子就向我扔过来，你个黑心贱人，老娘打死你！我感受到危险逼近，下意识往边上一躲，那杯子就越过我，径直往窗外飞了出去。不好，这里可是10楼，那么重的一个杯子掉下去，万一砸到人，如果简直不堪设想，我赶紧趴窗外一看，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直接拿厚重的陶瓷杯往外一闪，直愣愣地砸在一个路人的头上，那人的脑袋当场就被开了瓢，身子一激灵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我气得冲婆婆吼道，砸到人了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么高砸下去，那人不死也给摊，我看你儿子有几个钱去赔人家。说到赔钱，婆婆慌了，都怪你，要是你不躲，我哪能砸到人啊？这钱要赔也是你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靠你这张嘴说算是吗？那杯子上面可都是你的指纹，警察一验就知道了，到时候你儿子不仅得赔钱，你也得坐牢，你就等着吧。说完，我赶紧下去查看那人的情况，然后又拨打了120，可是一到楼下，我瞬间就惊呆了，躺在血泊里的那人，分明就是我婆婆好儿子，我的好老公。张浩被120送到医院时，张浩已经死了，他被婆婆从10楼砸下去的杯子正中头部，当场就断了气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婆婆悔得泪流满面，我可怜断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你走了，可让妈怎么办啊？我当然啊，她哭着，眼神落在我身上，又陡然变得怨毒起来，都是你个克夫的命运鬼，把我儿子扣死了，你自己怎么不去死啊？要这么扣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，你个黑心寡妇啊！有一种人出事了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他们永远把矛头指向别人，仿佛这样就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。可我现在还能惯着他吗？我不能，于是用同样恶毒的话回击他，分明是你自己把你儿子砸死的，你才是杀人凶手。你儿子之所以死得这么早，就是因为你5行缺德，8字犯贱，所以才让你儿子替你受过，不然本来该死的应该是你这个老贱人。骂了这么一通，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婆婆平时总爱这么骂人了，因为对待自己厌恶憎恨之人，用这样的话语去发泄心中所恨，确实很爽。但人应该学会克制自己，不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忙于制造这些口误。于是我点到即止的骂完便走了，毕竟王子，我还忙着继承张浩的遗产呢。婆婆把张浩砸死后，我还报了警，但因为他下肢瘫痪，就算判刑也只能监外执行，没有多大的意义，我便放弃了追究。反正他儿子死了，我也没打算再管他，他就算继承了一部分张浩的遗产，日子也好不过不到哪里去。至于张浩的遗产，我和小小以及婆婆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，为了避免争议，我们3人直接按法定继承的部分继承了张浩的遗产。房子我留给了婆婆，但是全了跟张浩的这一段夫妻之情，也算仁至义尽。不过之后，婆婆一个贪婚的人带着遗产傍身，不用想，肯定会吸引过来很多为钱而来的亲戚，可那都不关我的事了。我现在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好好把女儿养大。几年后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婆婆的死讯，本来我无意回去替她操持丧事，但听说有婆婆有遗产留给小小继承，我不得不回去了一趟。也是回去之后，我知道了婆婆这几年的生活。当初我走之后，她无人照顾，就怕外面的保姆给予她的遗产，所以她找了自己娘家的侄子给她养老，说是只要侄子愿意给她养老送终，她就把这套房子送给侄子。侄子答应了，就带着自己一家人都住进了婆婆的房子，还找了律师立了遗嘱。刚开始还好，侄子执行的确照顾了婆婆，但婆婆那个脾气，这辈子都是改不了。很快就跟侄媳妇发生了矛盾，他侄子可不像张浩那么窝囊，自然是护着自己媳妇的，很快就开始肆无忌惮的虐待起了婆婆。他们只想赶紧把婆婆送走，他们好继承房子，可没想到婆婆居然，她留了一手，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自己联系上了律师，最后居然把遗嘱改了，把这套房子留给了小小。侄子直吸气炸了，想跟我闹，但我直接报了警，让警察主持公道，一株白纸黑字的，他们抵赖不了，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而我火速办完婆婆的丧事后，把那套房子一卖，又带着小小离开了。侄子直系再气，也拿我们没办法了。人人都说老太婆最后还有点良心，知道要把房子留给孙女，可我却知道她并不是真为小小着想，她向来看不起女孩，又怎么会管我们娘俩的死活？她不过是不想把房子便宜了，虐待她的侄子侄媳吧，否则她肯定会以子为由，让我去照顾她的晚年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他们去狗咬狗，最后房子却兜兜转转回到了小小手里。看来老天爷还是更眷顾善良的人啊。